臣认为，臣与潘美率师顺流而下，克采石矶，以此处作为水陆两抹中转之枢要，不取江右6州，只管所入江面，使南唐水师不能南北之应，迫使李氏取金陵以东之兵西援。只要郑彦华的镇海军西调，江东便可一鼓而定。只要郑彦华西行，金陵以东的局面，我父子为管家取之。从崇明往江都运粮，须得有能在长江上运行的江船。还得在常州军和江阴军的眼皮子底下呀。官家勿忧，这2支兵皆已在我父王袋子里了。只要将这2支兵牵制在常州左侧，北面的王师登船渡江，与大王会师于江阴，便是一片通途啊！偌大的局面压在阿平一个人身上，他能挑得起来吗？大王常言，阿平有中宪王之风。依臣等所见，倒还是似大王少年时多些。阿平没有那般不靠谱吧？堂兄啊！门下，朕统御万邦，辅临诏书，推至诚而待物，其率徒以归心，不讳行人，事于本志，兴师动众，非我愿为。公元974年9月，宋太祖赵匡胤命宣徽南院使、义成军节度使曹彬为升州西南面行营马步军战兆都部署，统兵10万，水陆并进，进攻南唐。临行特赐宝剑，严令副将以下无用命者斩之。扬我5节，北使虎臣，出临津渡，归总舟船。由连车而见大道，提齿疾而护忠臣。呜呼！为事务极目，乃免其父之机；为号令信明，则无礼法之慢。警行先者，起而击之。挟朕共击江南，王师所至，切勿暴掠生民，主者施行。天下崩离日久，人心思合。南唐李氏裂土称鉴，东南市民苦之久矣。望诸卿不必封敌，戮力报效，承天子之所寄，全金瓯于一统。臣等奉教。丞相沈寅，臣在。兼西府留守，全知天下兵马大元帅府事，监护内外诸军。臣奉教。吾将吴越1师3州，便托付于相公了。臣必恪尽职守，殚精竭虑，不负大王所托。通儒院学士崔仁济，臣在。以汝为升州东南面行营行军长史。臣奉教。检校司空，同参丞相府事，钱维志。臣在。为行营兵马副都虞候，提举粮秣、器械、甲仗工事。臣奉教。自古誓师出征之日起，以世子钱维俊行监国事，护持玺印。儿臣奉教。汝监国事、军国事，皆许丞相禁止，
切勿妄为。丞相，儿臣之授业师也。父王出征，臣当视丞相如父。恭贺世子殿下荣任监国，确是意外之喜，本不曾敢指望。毕竟，殿下是大王的儿子。父王不缺儿子，缺的是能做事的儿子。世子英明。大王要的不是循规蹈矩、坐困愁城的蜀后主，而是能遮蔽东南千万里江山的孙仲谋、刘季。老将军说的是大郎兄吧？大郎君确实出类拔萃，只是可惜他不是世子。老将军说的是。此番监国，我必当振作，不使父王忧心国中之事。国是有沈相公，无论是兵马钱粮，还是官吏迁用，皆是王权之根本。世子如今只是代行王权而已，诸事要避嫌疑。老将军的意思是，我这个监国的世子，什么都不做。才是最好的。提调兵马、筹措钱粮、选用官吏，这三桩事情，于吴越国中，以谁为能呀？提调诸军，父王之下，以大伯父为能；筹措钱粮，以大郎兄为能；选用官吏，以沈相公为能。那世子自认为能比他们做得更好吗？这几桩事情，他人做的有功，殿下这个世子做了的话，难免会让大王生出疑虑。父王并非心胸狭隘之人。世子须知，大王与你不仅仅是父子，更是君臣。老将军说的是，这些提起话，阿舅从来不会跟我说。沈相公虽名为世子师，却只肯在公事上教我，其余事多说一句都是不肯的。那也是因为他们都是大王的臣子呀。此番监国，难不成真的便要做个泥胎的木偶，什么都不做，才合了父王的心意？非是不做，而是不该做的，不能做。则能愿奏请，去岁大比中士者23员，其中9人发为县尉，11人录入部院为令史，另有3员才学卓异，入相府为舍人。相公以为呢？臣等何意？不为州县，无以治台阁；相府舍人之缺，已以诸县令丞进补。大比卓异者，可发为清明官，以识民生之疾苦，庶务之从挫。待其任满3年，勋绩卓然，再进为京员，
方为妥当。相公谋国之言，为君受教。哎呀，阿俊如今也小事了，监国做的是有模有样。沈兄从不夸人，嗯？如今提起阿俊，竟用了“垂衣长而守法度，进退皆有据”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……啊，整整12个字夸他。啊！臣当年在内署为都统，看着大王拨打算筹，恍如昨天之事。那一年大王还未行冠礼，这一眨眼，连小的一辈都长起来了。有阿俊守宫阙，有阿平在相府，将来之事，大王庶几无忧啊。想不了那么远。小儿辈们，只要能不生事，知道做事之艰难，百姓之不易，孤已是谢天谢地了。报，内客省使行营兵马都监丁德玉觐见大元帅。见。参见元帅。都监免礼。敢问元帅，大军云集此处，逗留不进，却是何故？好叫都监知道，吴越与南唐交兵数十年，前后100余阵，打的其实不是兵马，而是运河。转运粮秣，调动兵力，水陆之费乃是陆路的1/10。只是吴越与南唐20多年来止息兵戈之后，这运河交界之处这一段，常年不用，多有淤塞，只需稍待些时日，便可疏浚一通。敢叫元帅知道，某家自从追随当今天子以来，临阵交兵，斩将夺旗，入川灭蜀，平定康贼之乱，身上的官爵禄位，可都是靠着2条腿，一步一步打出来的，却未曾听闻少了这运河船桨，却打不得仗的道理。都监虽是天子近臣，亦不得在大王驾前无礼。丁德玉，你是天子吗？元帅，此言何意？还是说你是太师、枢密使？某虽不是太师，亦不是枢密，却是天子与朝廷授任的升州东南面行营兵马都监。当年在东京汴梁，当今天子亦不曾在孤面前自称某家。你别忘了，孤不只是东南面行营兵马都部署，孤还是大宋太师、尚书令、天下兵马大元帅。末将并不敢对元帅无礼，只是临行之时，受天子与朝廷所托，不敢怠慢军务，贻误军机。哦，受天子所托，拿给他看。你自家看清楚了，这上面是谁的字？末将奉诏。滚！末将遵命。
大王，此人虽不足大，却是天子和朝廷潜入军中的，需防着他受了羞辱，回京之后怕是无妨。此役乃是天子自家拨划，大军在此处休整，寻机而进，为的不只是等运河，孤还在等曹彬和潘美。公元974年冬，大宋水师沿长江东下，曹彬避实就需绕过江州，命潘美奇袭采石矶。是夜，宋军主力对南塘水寨发动总攻，南塘最后的防线在烈火中崩塌。此战焚毁战船200余艘，歼敌万余，金陵门户至此洞开。江州，龙翔军呐，朱令云呐，李元清呐，谁能救得了江州？镇海军，镇海军，你诏命郑彦华率镇海军西调，无论如何一定要救下江州。陛下，不可呀，陛下！镇海军乃是京师东面的一道屏障，一旦吴越被蒙，镇海军乃是我大唐抵御吴越大军的最后一道防线呀。前世怎么会被蒙？前王那里亲家不是说万分妥当吗？崇明镇不是已经割出去了吗？镇海军等3军的粮饷、甲胄、器械，不都是由那吴越的黄龙社在供给的吗？陛下，防人之心不可无呀。与吴越盟约是一回事，整顿军备、防其觊觎是另外一回事。京东之地，如今有3军镇守，故而前王才会屯兵于苏州，与宋国虚与委蛇。若是将镇海军西调，京师东面门户大开，前王的心思便难料。那你说怎么办？当初要朕割让崇明，以结好前世的是你，如今不让镇海军西调，以防备前世的还是你。话都让你说尽了，朕还能怎么办？陛下勿恼，前王的心思，其实一试便知。徐师傅，你说要如何是？黄龙社为3军提供粮饷、甲胄、器械，江阴军和常州军皆足数供给，只有镇海军、黄龙社的供给颇为不足。郑彦华以下诸将多有怨言，陛下可遣一使者前往苏州出使军前，当面质问前王。若前王肯依盟约，为镇海军补足供给，则必无背盟屠我之心。若前王不肯，那镇海军万万不可西调。徐师傅，这才真的是谋国之言。那前王那里就劳烦徐师傅代朕辛苦一遭。诺。宋军破了江州水寨，可曾进入彭里湖？这却不曾说。宋军只烧了水寨，并不曾上岸。军报送来之时，宋军尚未挥兵破城。老将军久离军务，这战局可是有所不妥呀。
时机未到，世子还需耐心等待。前王不肯见老夫。吴越一军13州，举国皆为宋臣，而今两国交兵，若大王见了徐公，便是叛国之罪。徐公，请回吧。背信弃义呀！背信弃义！豫章小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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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背信弃义呀！儿道，也敢如此待我？背信弃义！不要动！不要动！陛下，陛下，陛下，陛下！采石矶，采石矶，宋军克采石矶，距京师仅160里。你什么情报和准确？陛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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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镇海军、湘阴军一并西调，往援采石矶。郑延华、白河州兵马都部署此前月。陛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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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陛下！太尉，枢密催促发兵的基地已经第12岛了。要死的人一刻都等不起。走吧，这条路走了60多年，也该走到头了。大王，郑延华动了。镇海军全军皆动，镇海军、江阴军都动了。图。郑延华为河州行营兵马都部署，杜真为行营都监，两军全军西调。现如今江宁以东止于江南的常州军兵力不足6000。江左3州，由此处到江宁，500里路程，门户洞开。
大王，古谚有云：“天欲福取，反受其咎。”江阴郡那边，阿平准备的如何了？阿平妥当。宋军攻克了采石矶，将战船以铁索相连，在江面上架起一座浮桥来。南唐朝廷拜镇海军节度使郑彦华为河州行营兵马都部署，将镇海军、江阴军尽数西调，以缺宋军。老将军，老将军，世子殿下的机会来了。什么机会啊？臣下说过，世子为监国，不当做的事情，万不能做。我便是依了老将军之言，这才做了许久的泥胎木偶哑巴。臣下还有第二句话：揽在手中的军功，万不可弃。军功，先武肃王开国造基，靠的是军功；文穆王承嗣王位，靠的是军功。便是如今的大王能在20多年前权臣环伺之下坐稳王位，靠的也是南征福州的开疆拓土之功。天下纷乱，一锤100年，兵强马壮者为天子，当了世子，未必能做吴越的大王；进了相府参知政事，也未必能继任得这东南之主。能决定大王身后大位的，只有军功。大郎兄在军前，要立军功也是他最得便。我一个整日看这印匣子的哑巴世子，哪里有立军功的机会呢？有的，大郎君能做的，无非是提举梁末、阵前斩首的微末之功。世子要立的，却是为我吴越开疆拓土的不世之功。老将军是在说什么笑话吗？世子，请看，宋军已然攻克江州水战，大江南岸的江州、池州、歙州、洪州、饶州、信州，此时必然军心浮动。老夫在金陵盘桓了几十年，这些州县的长吏大半都有些交情，只需一封大王的诏命在手，此6州顷刻之间便可更易其职，由南唐李家的郡县变为我吴越前世的疆土。老将军切莫说笑。宋军兵锋以抵采石矶，江右6州已是宋主的囊中之物。此时我吴越伸手去夺此6州，岂不成了虎口夺食？这哪里是向南唐拓土，这分明是向大宋拓土啊！